大家好，我是念双。最近，习近平在乌鲁木齐接见驻军，从头到尾没有一丝笑容，像个僵尸一样摆出一副绝对控制的姿态。整个场景，从一排排不敢笑的军官，到那个刻意不写名字的主席座位，都在用力地表演一种君临天下的威严。这是演给谁看的？当然是演给北京那些他搞不定的人看的。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示威。你看，我虽然不在京城，但我随时能调动边疆的御林军直捣黄龙。但几乎就在同时，两个信号从完全相反的方向传了出来。第一个是国防部发言人在北京当着所有记者的面说了一句极其模棱两可的话，大家期待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什么叫大家期待的那一天？在政治发言滴水不漏的体制里，这种可以被无限解读的话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就像当年周永康要倒台前，发言人说的那句你懂的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信号。你说他是要解放台湾吗？但是中共自己都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说他指的是超越美国？他有这个胆子吗？所以全网的解读立刻就倒向了唯一一个全民的共同期待，是不是习主席快挂了，或者快下台了？何况习近平本人还在新疆阅兵呢，后院就有人敢这么说话，这不就是一种公然的挑衅，一种你回不回得来还两说呢的暗示吗？第二个信号来自纽约联合国，总理李强在一个不起眼的侧厅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宣布，中国今后在 WTO 不再主动寻求特殊与差别待遇。要知道，过去20多年，中共就是靠着发展中国家这顶穷帽子，在全球化这桌大宴席上吃了最多的红利。这张牌是过去经济奇迹的护身符，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觉得这是主动的姿态调整吗？不是的，这是被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不得不做的战略撤退。而且做出这个宣告的是被认为是技术官僚的国务院首脑。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分裂的画面。一个领袖在边疆虚张声势，假装自己手握兵权，号令天下，而他的大本营北京的军事喉舌和经济掌柜却在同时释放出示弱、妥协，甚至近乎于政变预告的信号。要理解这种分裂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搞清楚那张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牌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被打烂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待遇，本质上是一张可以在国际规则里耍赖的许可证。当欧美指控你违规补贴，比如给电动车、光伏产业大量输血时，你可以把这张牌拍在桌上，说我是穷国，我需要扶持自己的产业。就算一审败诉，你还可以上诉到 WTO 的最高法院，也就是上诉机制。这个上诉就能拖个1-2年。在这期间，制裁不能生效，你的补贴可以继续，甚至加大力度。中共过去就是用这招拖刀计，把对手拖死，把规则耗光。可问题是，这套玩法在2019年就被美国人给废了。特朗普政府直接釜底抽薪，阻止了 WTO 上诉法官的换届提名，让这个最高法院直接关门大吉。从那一刻起，牌局的规则就变了。没有了最高法院，你还怎么拖？欧盟现在查你的电动车补贴，根本不等 WTO 裁决，直接自己启动反补贴程序，该加税就加税。北京那张我是穷哥们的护身符，在西方世界彻底失效了。不光如此，这张牌在全球南方也开始反噬。你一个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穿着穷人的衣服，实际上却开着产业大炮，到处倾销，把非洲、东南亚的本土制造业冲得七零八落。你说那些真正的穷哥们还认你这个大哥吗？这就像一个村里的富豪，天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去领救济粮，1次2次还行，时间长了，连真乞丐都懒得拿正眼瞧你。所以你看，这次低头不是因为想通了，而是因为混不下去了。这个逻辑在气候问题上同样适用。中共过去28年，从京都议定书开始，在减排问题上就一句话，我改还不行吗？但改成什么样，从来不说具体目标。为什么？因为气候协定同样对发展中国家有区别对待。逻辑是，你穷要发展，所以允许你多一些排放，而发达国家却要承担更多责任。中共就一直赖在这个舒适圈里，享受优惠，
承担义务。可你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那些高铁，比纽约、法兰克福光鲜多了，老百姓走出国门也觉得自豪。但问题是，钱到哪去了？为什么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为什么退休金、医保连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比不上？说白了，就是把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全占了，却没给国民带来发达国家的福利，同时还要以基建狂魔的面目去嘲笑那些承担了更多环保责任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你觉得人家能平衡吗？所以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次在联合国视频发言，第一次给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说到2035年要减少7%到10%。这不是什么坏孩子突然学乖了，和 WTO 那个表态一样，是实在混不下去了。你再不交出这顶戴了几十年的穷帽子，别人就要直接掀桌子重开一局，不带你玩了。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被动挨打后的无奈退让，那就太小看北京的算计了。就在通过视频宣布减排目标的同时，还意有所指地说了一句，尽管个别国家逆流而动，但国际社会应当把握正确方向。这话是对谁说的？正是对刚刚在联大痛批气候变迁是世界史上最大骗局的特朗普。这就暴露了中共的真实目的，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的对立面，甚至去创造领导你的对立面。他要利用气候议题拉拢欧洲和美国内部的左翼政治力量，把水搅浑，制造西方世界的内乱。这已经不是坏孩子突然学乖，而是准备拉着另一帮人一起搞破坏了。而李强在联合国说出那句话，实际上是党内其他派系联手，逼着最高层做出的让步。因为外循环要是真的熄火了，出口订单彻底归零，这个责任谁来背？总要有人出来认账。让总理在那个角落里说出来，对内可以压低声量，降级处理，避免引发既然已经发达了，为什么还这么苦的全民质问，对外则是一个低成本的示好信号。之前传说习近平军权已经被架空，被老军头们联手抵制。这个时候最应该去的是东部战区，因为这里是所谓攻台主力。可他偏偏跑去最偏远的新疆，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当年刚到北京时，中央警卫局全是江派的人，可以说是睡在虎狼之侧，所以才急不可耐地从新疆调兵入京，把整个北京的防务交给了和京城利益集团毫无瓜葛的新疆军区。这支部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嫡系，可以说新疆就是他的井冈山，是最后的退路和依仗。可现在又跑到新疆去重复这个动作，说明什么？说明北京又一次失控了，安全感又一次归零了，需要回到权力的发源地，去寻找一丝安全感，去密谋所谓的东伐，从新疆直捣北京，解决那些不听话的老军头。可是新疆会场的那些军官心里在想什么呢？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北京发生了什么吗？他们真的愿意为了一个权力可能已经不稳的领袖，去发动一场所谓的兵变，去和整个军委体系对抗吗？恐怕未必吧。而就在这种习近平处于内外交困、权力不稳的时刻，又传来一个消息，说97岁高龄的母亲齐心过世了。她出现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因为习近平曾对普京和金正恩说，相信自己能活到150岁，他现在还是个宝宝。这是一种我的江山千秋万代的宣告。但这种信念据说有一个私人层面的来源，就是母亲的健康和长寿。如果一个快100岁的老人身体还不错，那本人活到150岁似乎也并非全无可能。然而人的生老病死是唯一超越政治权力的自然法则。母亲的去世彻底击碎了那个人定胜天、天子不死的现代神话。习近平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给母亲下毒。这件事把习近平从一个神坛上的天子拉回了一个需要面对母亲死亡的普通人。他破除了永生的迷信，那么接班人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浮出水面。如果真能活150岁，那这个问题可以永远被搁置。但现在自然规律告诉所有人，他也会死，而且可能不会等太久。那么围绕着身后权力的斗争必然会立刻白热化。